坦白生理反应，吻戏艺术与现实交织的微妙瞬间。热门荧幕 CP 与意外风波。当热门荧幕 CP 徐凯与谭松韵在镜头前深情拥吻，他们不仅在塑造剧中人物的情感，更在现实中掀起了公众对吻戏背后的兴趣与好奇。就在不久前，徐凯在一次采访中的一句坦诚之言，意外引发热议。他的回答直击娱乐圈隐秘，引发了关于吻戏拍摄、演员隐私与性别互动的广泛讨论。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风波，揭开影视圈的神秘一角。吻戏的艺术、情感与职业的双重考验。吻戏是影视剧中极具戏剧张力的情节之一，也是观众最期待的高光时刻。然而，这一幕在观众眼中或许充满浪漫与激情，但对演员而言，拍摄吻戏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挑战。它不仅考验演技，也考验心理素质和职业素养。首先，吻戏的核心在于情感传递。作为影视作品的一部分，吻戏往往是角色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它需要演员精准地表达角色的情感，而不是简单的肢体接触。真正优秀的演员能够通过眼神、肢体语言、呼吸节奏等细节，让吻戏变得具有感染力，使观众相信他们的情感是真实的。这种能力并非天生，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和揣摩得来的。许多演员在拍摄吻戏前会做大量功课，比如研究角色的心理状态，甚至和对手演员进行沟通，确保彼此的情绪能够同步。这种细腻的准备使得荧幕上的吻戏看起来自然流畅，而非生硬尴尬。其次，吻戏对演员而言往往是一种职业性的考验。不同于普通人的亲吻，演员在拍摄吻戏时往往要面对诸多挑战。首先是拍摄现场的环境，往往是高亮度的灯光，围绕着几十名工作人员的摄像机，还有导演的指挥，这使得吻戏的氛围远非浪漫可以形容。其次，演员需要克服个人的心理障碍，即便是相互熟悉的搭档，也难免在亲密戏份中感到尴尬，尤其是当他们并非现实中的恋人时，要让自己进入情境，既不能表现得过于生硬，又不能流露出个人情绪，这需要极强的心理调试能力。更复杂的是，吻戏的拍摄并非一气呵成，一场吻戏可能需要反复拍摄数十次，甚至不同机位拍摄多次，导致演员必须反复进入相同的情感状态。这不仅是对心理的考验，也是对生理上的挑战。有些吻戏需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角度进行，比如雨中、寒冬、烈日下，这些外在条件都会影响演员的状态，但他们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展现出符合剧情需求的情感。此外，演员还需要面对观众对吻戏的期待。在影视作品中，吻戏不仅仅是角色关系的表达，更承载了观众对这对 CP 的幻想。许多观众会将演员的表现与现实情感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演员在表演时需要更加谨慎，既要让观众相信角色的情感，又要避免过度解读。这种双重压力使得吻戏的拍摄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具挑战性。因此，吻戏不仅仅是屏幕上的美好画面，它背后隐藏的是演员们的专业能力、心理素质、团队合作以及对观众期待的回应。对于演员来说，这既是一次对职业的考验，也是一次自我突破的机会。而对于观众来说，或许在欣赏那些唯美的吻戏画面时，也应该给予演员更多的理解与尊重。徐凯的意外回应，真实还是冒险？当徐凯在采访中坦言拍吻戏时有生理反应时，这句话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公众的反应两极分化，有人赞赏他的真诚，有人却认为他不够谨慎。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触及了娱乐圈的多个敏感议题：演员的职业性、公众对性别议题的态度，以及媒体的炒作效应。首先，从演员的角度来看，徐凯的回答其实反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演员也是普通人，尽管他们在镜头前塑造角色，但生理与心理的反应是难以完全控制的。一个优秀的演员必然是全身心投入角色的，而当他们真情流露时，生理上的某些自然反应也是难以避免的。徐凯的回答并非表明他无法克制，而是展现了一种对职业的坦然态度。
他的坦白实际上是对表演真实性的一种强调，而不是对个人情绪的外露。然而，这种坦诚在娱乐圈却显得尤为冒险。娱乐圈是一个高度注重形象管理的行业，演员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放大解读。在公众眼中，演员应该是完美的、克制的，他们的情感应该服务于角色，而不是显露出个人情绪。当徐凯承认自己在吻戏中有生理反应时，这种真实反而成了一种冒犯，仿佛打破了观众对明星的幻想，让本应唯美的荧幕画面染上一丝现实的痕迹。更有意思的是，公众对于这一话题的反应也暴露出了一种性别偏见。如果换成一位女演员公开表示在吻戏时有生理反应，舆论的风向可能会截然不同。女性在影视行业中长期处于被动位置，因此在拍摄亲密戏份时，她们往往更需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以避免被公众误解或攻击。而男性演员则相对宽容一些，他们的生理反应常被当作笑谈，甚至被解读为魅力的象征。这种性别上的双重标准揭示了社会对男女性别角色的不同期待，也让我们反思为什么同样的生理反应会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此外，媒体的推波助澜也加剧了这场风波的发酵。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剪辑、误解、夸张，甚至成为流量的工具。徐凯的回答本质上是对职业的诚实表达，但经过各类媒体的渲染，却成了一场娱乐话题的狂欢。标题党们纷纷用徐凯自曝吻戏生理反应意外坦白等吸引眼球的方式进行报道，让这场讨论变得更加戏剧化。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对演员多一分理解？毕竟，他们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很多时候都是被剧本、角色设定所引导的。演员并非机器人，他们需要投入情感，需要在拍摄时相信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否则作品就会显得虚假。而当他们面对现实的情绪和生理反应时，他们是否有权利承认这些，而不被公众过度放大？或许，徐凯的这次冒险，恰恰是对娱乐圈刻板印象的一次挑战。他的坦诚，尽管引发争议，却也让公众看到了演员的另一面。他们既是塑造角色的专业人士，也是真实的人类个体。也许，未来我们能以更开放的态度，去接受这些微妙而真实的瞬间。娱乐圈的潜规则，演员如何自处？在娱乐圈，吻戏拍摄早已形成了一套潜规则，这些规则既是为了确保影视作品的真实感，也是在保护演员的舒适度。然而，即便有这些规则存在，演员仍然面临着心理、情感和身体上的多重挑战，尤其是在高强度、长时间的拍摄环境下，如何找到职业与个人边界的平衡，成为每个演员都必须面对的课题。许多观众认为，演员在拍摄吻戏时，应该能够完全抽离自我，做到公事公办，就像机械地完成一个舞蹈动作或打戏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亲密戏不同于其他戏份，它涉及到极其微妙的情感交互，以及肌肤接触所带来的生理反馈。这些生理与心理上的反应，不仅受演员的专业训练影响，也受环境、对象、个人情感状态等因素的左右。在行业内部，一些经验丰富的演员会通过技巧式吻戏来减少尴尬，比如通过角度调整、借位拍摄等方式减少真正的肢体接触。这些方法虽然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演员的心理压力，但也可能影响镜头呈现的真实感。因此，许多导演和剧组会更倾向于让演员真情实感的投入，以确保观众能从荧幕中感受到真实的情感波动。然而，这种真情实感的演绎模式也给演员带来了新的困扰。对于某些演员而言，他们必须在投入角色与保持自我之间不断切换，这种心理消耗是巨大的。长时间拍摄吻戏可能会让演员在现实中对自己的情感界限产生混淆，甚至影响他们的私生活。此外，观众对吻戏的解读往往也超出了作品本身，导致演员们不得不在角色、CP 与现实关系的讨论中反复澄清或沉默。徐凯的坦白，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些潜规则的一次公开揭示。他的回答表明，在拍摄亲密戏时，演员并非冷冰冰的职业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他们的身体反应并不是专业性的缺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认真投入角色，努力展现真实情感的结果。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演员公开承认自己有生理反应时，公众会如何解读？他的敬业精神会因此受到质疑，还是会得到更多的理解与共鸣？性别与界限，公众窥探的双面性。徐凯的回答不仅仅引发了关于演员职业素养的讨论，也无意间触及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议题：性别与隐私的边界。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我们对不同性别的演员在相似情况下的评价是否公平？如果今天是一个女演员在采访中坦诚表示自己在拍摄吻戏时也会有生理上的情绪波动，公众的反应是否会与徐凯的情况相同？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女性在影视行业中，尤其是在涉及亲密戏份的情况下，往往会受到更严格的审视。她们的言论会被放大，甚至被误解为不够专业或情感过于投入。而对于男性演员，观众则更倾向于以调侃甚至戏谑的态度看待这种生理反应，仿佛它只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而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行业现象。这种双重标准折射出的是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固有偏见。男性演员在谈及身体反应时，较少被指责为不够专业，但女性演员一旦公开表达相似的体验，很可能会被贴上沉浸其中甚至职业素养不足的标签。这种性别偏见不仅影响演员的职业环境，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大众对影视行业的认知。另一方面，公众对明星私生活的窥探欲也在不断加深。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许多观众已经不满足于磕 CP 带来的短暂快感，而是希望将荧幕上的幻想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因此，每当一对荧幕情侣有吻戏或亲密戏份时，观众就会自然而然地猜测他们在现实中的关系，并试图从演员的一言一行中寻找真情流露的证据。这种现象的确可以为影视作品带来更多关注度，但同时也给演员本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徐凯的坦白，既是对个人真实体验的分享，也是对公众窥探欲的一种无奈回应。他并未刻意引导话题，也没有刻意去迎合大众的幻想，但他的一句话却在无意间成为了舆论的爆点。人们一边批评他不该说的这么直白，一边又为他的坦率感到兴奋。这种矛盾的反应，恰恰说明了社会在面对演员隐私时的双重标准。或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演员在镜头前的职业投入，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牺牲自己的隐私？在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给予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基本尊重？在未来的娱乐圈环境中，演员的职业边界与个人隐私如何划分，或许是整个行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而对于观众而言，学会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适度保持距离，才是真正尊重演员的方式。媒体狂欢，舆论如何塑造演员形象？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交媒体的力量不可小觑。徐凯的一句话，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放大，甚至被各类标题党渲染得更加戏剧化。有的媒体将其解读为男演员的坦白瞬间，有的则暗示他在无意间揭露了行业秘密。观众的解读五花八门，有人赞赏他的真诚，有人认为他言多必失。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员该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在表达真实感受的同时，又避免被过度解读？这不仅是徐凯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娱乐圈正在经历的考验。7. 观众的视角，真实还是幻想？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吻戏是他们对偶像 CP 幻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演员坦白谈及吻戏背后的现实问题时，这种幻想或多或少会被打破。这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矛盾：一方面，观众希望看到真实的、深情的吻戏；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面对演员在拍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生理或心理反应。影视作品是现实与幻想的交汇点，演员既要满足观众的情感期待，又要在现实中保持自我，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吻戏之外，我们该如何看待演员？徐凯的坦白实际上让我们看到演员职业的复杂性。在荧幕上，他们需要展现最完美的情感表达，而在现实中，
他们同样是普通人，也会有各种生理与心理上的反应。这场吻戏风波让我们反思，我们是否对演员的要求太高了？他们能否在职业和个人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我们或许应该用更宽容的眼光去看待演员，既欣赏他们的表演，也尊重他们的个人边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影视作品带来的魅力，而不是陷入对明星私人生活的无尽窥探。感谢您的观看，欢迎订阅与评论。如果您对这场吻戏风波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您认为演员在拍摄亲密戏码时的生理反应应该被公开讨论吗？别忘了点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娱乐圈的深度解析。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